大家好，今天与各位分享德国及瑞士媒体报道2023年中国企业收购欧洲企业一事。我们先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收购减少。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收购数量已降至12年来的最低点，交易量也可能减少一半。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经济疲软，中国买家在欧洲收购的公司越来越少。根据咨询公司安永的一项研究，与前一年相比，2023年的交易数量从139宗降至119宗，这一数字已持续缩减多年。中国企业在欧洲收购最火爆的时候，2016年有309家中国企业收购案，去年的交易量也继续下降，参股和收购的价值从43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不过，大多数收购的价格都不为人所知。对德国企业的收购案在低水平上有所增加。在德国，中国投资者的收购和参股数量从26起略微上升至28起，不过这一数字远低于2016年创纪录的68起。在德国的投资额为2.02亿美元，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安永的数据，这一数字并不包括中国企业作为国际投资者集团成员对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安永合伙人兼西欧中国业务部主管孙毅表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数量略有增加，但这还不是趋势的逆转。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收购仍然很谨慎。在工业和高科技领域，中国投资者更青睐德国。在欧洲高科技领域的26笔交易中，有7笔涉及德国公司。根据安永的数据，在收购工业企业的24笔交易中，有8笔发生在德国。收购变得不那么重要。安永专家认为，交易疲软的原因包括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企业的财务状况。例如，通过并购活动向欧洲扩张往往不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据生意称，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收购仍然很谨慎。这些公司正专注于现有的投资组合和改善自身的经营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包括剥离在欧洲的股份，例如汽车行业的股份。虽然收购的重要性正在降低，但一些中国投资者正专注于在欧洲建设大型工厂，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根据中国专家称，新冠疫情还导致了对出入境旅行和并购活动的大规模限制。可是预期的追赶效应后来并未出现。孙毅说，究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在许多欧洲国家有时会遇到相当大的政治阻力。我们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图表，中资企业在欧洲的交易数量。可以发现，2016年达到顶峰，去年达到历史新低。考虑到过去10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么低的收购案很可能表明：一、整个西方在配合美国与中国脱钩，敌意越来越重，稍微一个小小的参股就可以被放大，贴上政治标签。大家一定还记得中海远洋参股德国汉堡港集装箱码头的事吧？德国政客，特别是绿党政客，硬说这是德国敏感基础设施，关系到德国国家安全。另外，如果中国企业参股的话，恐怕会把德国汉堡港的数据转交给中国政府。你看，这实在是可笑至极。第二个原因是，与10年前相比，可能德国及欧洲本身领先中国的企业及技术越来越少，有收购价值的也大幅减少，这可能才是中方收购欧洲企业达到历史新低的最主要原因。第三个原因，至于报道中提到的什么中国经济疲软，最多只能算次要原因。假如真的有价值的欧洲企业，相信中资企业在国内会获得优厚贷款，资金肯定不是问题。所以德国之士本人不同意此报道中的观点。好，我们继续往下。外商投资的高门槛。根据这项研究，这也是交易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潜在的中国投资者会非常谨慎地检查选择某些收购候选者是否会导致来自欧洲政府和民间阻力。孙毅解释说，现在外国投资，尤其是在关键领域的外国投资，往往面临着很高的门槛，以至于在早期阶段就放弃了原本具有战略意义的收购。德国政府去年7月通过的新的中国战略就是一个例子。新的中国战略的后果，
该文件呼吁德国企业降低与中国做生意的风险。该文件称，中国越是偏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规范和规则，个别行业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就越可能成为问题。德国政府正在努力降低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风险。根据该战略，德国政府可以对收购或参股一家德国企业施加条件或禁止。审查标准是可能损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欧盟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或德国的基本安全利益。受投资项目影响的部分对公共秩序或安全越重要，就越容易受到审查。德国再次成为投资的主要目的地。然而，根据安永的数据，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总体上只占很小的比例。中国有28笔交易，与日本和西班牙并列第9位。美国以225笔交易居首，其次是英国113笔。这排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16年，中国仍是德国第4大投资国。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德国是2023年投资欧洲的主要目的地。2021年和2022年，全欧洲交易最多的是英国。继2021年的35宗收购之后，2022年的交易数量降至27宗。2023年甚至降至17宗。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他们的资金也在慢慢耗尽，历史证明战争很快就会开始。下一条评论：中国人还完全可以买下德国的天然气、水和电力供应，转眼之间，在德国的所有债务都秒清了。呵呵。下一条评论：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下一条评论：实际情况是中国才不收购倒闭的垃圾公司呢。下一条评论：绿党邪教分子喜欢他。下一条评论：没有人会投资一个病态的欧洲大陆。下一条评论：去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他们肯定不再需要我们了。桥梁、火车站、城市建设、机场，他们比我们都做得更好。非常凑巧，瑞士媒体 Blick 也对中国收购瑞士企业做了报道。收购数量是上年的2倍。2023年，中国收购了6家瑞士公司。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收购数量已降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根据管理咨询公司安永的分析，去年中国企业在瑞士收购了6家公司，是2022年的2倍。咨询公司安永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将大量投资于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工厂，而不是进行大规模收购。中国经济的萎缩反映在投资欲望的减弱上。去年，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在欧洲总共收购了119家公司，这比前年减少了20家公司。而且从长期趋势来看，与2016年创纪录的一年相比，收购数量减少了近200家。根据安永的估计，投资金额也大幅缩水，2023年仅为20亿美元，不到2022年的一半。不过，安永明确指出，大多数中国公司在欧洲收购和参股的价格都是未知的。反周期的德语区市场，除瑞士外，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也略有不同，处于较低水平。因为中国收购和参股的数量实际上有所增加。在德国，安永统计了28起中国公司收购案，比上年多了2起。在奥地利，有2家公司被中国企业收购，而2022年只有1家。2016年昙花一现的中国投资热潮达到顶峰时，安永估计中国投资者在欧洲企业收购上的支出接近860亿美元。自2017年趋势逆转以来，企业收购数量和参股金额都在稳步下降。中国积极防止资本外流，专家们认为这有几个原因。几年来，北京领导层一直在放缓从中国向其他国家的资本外流。此外，还有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最近与过去创纪录的增长相比，中国经济的疲软。安永专家孙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企业在欧洲面临的政治不信任。潜在的中国投资者会非常谨慎地检查选择某些收购候选人是否会导致来自政府和民间的阻力。安永专家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将大力投资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工厂，而不是进行大规模收购。对于中国汽车和电池制造商来说，匈牙利、西班牙、法国、
北欧国家因能源成本低、补贴高和审批流程快而成为特别有吸引力的投资地点，在这点上并不会考虑德国。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来看看瑞士读者的评论。第一条评论：谁拥有这些公司？他们都被那些瑞士人民党和自民党的人卖掉了。感谢你们出卖了祖国。瑞士右派只认钱。下一条评论：要是能知道哪些公司被出售了，那就好了。下一条评论：怎么能如此短视，把公司出售给中国？我们的技术诀窍流失，公司倒闭，但最主要的是，几个贪婪的经理却中饱私囊。下一条评论：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国家一块一块的拱手相让，这让我感到非常悲哀，失去的就再也回不来了。下一条评论：出卖瑞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态发展，将带来惨痛的反噬。下一条评论：是的，瑞士人还卖绳子给中国人，然后用绳子把瑞士人吊死。亲爱的瑞士人民党和自民党，是不是这样啊？下一条评论：中国的经济总量没有萎缩，只是增长速度比以前有所下降。下一条评论：每一家倒向中国的公司都是多余的。20年来，我一直在警告世界杯大甩卖。下一条评论：反过来说，如果瑞士公司收购外国公司的股份，或者完全接管他们，这就可以吗？下一条评论：瑞士大甩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我现在正在阿布扎比的一位朋友这里，他为瑞士政府招商引资，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正在欧洲进行投资。你根本不知道阿拉伯国家和中国拥有多少欧洲资产。下一条评论：尽管目前经济下滑，但我们是否真的应该为仍有欧洲公司，其中一些对制度敏感，向中国投资者抛出橄榄枝而感到自豪？在大多数情况下，收购价格是个谜。显然，金钱和贪婪是诱惑。列宁的历史性名言：资本家会把我们用来绞死他们的绳子卖给我们，将成为迟来的现实。尽管反之亦然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在中国的欧洲投资者，他们发现中国的竞争环境并不公平，例如市场准入受限、持股比例规定最多49%，缺乏透明度或法治等等，不一而足。下一条评论：收购、复制，几年后让其破产，在中国生产更便宜。好，朋友们，这就是德国及瑞士媒体报道2023年中国收购欧洲企业创11年新低，请各位积极参与讨论，谢谢你们。